我大一那年，全班最穷，班里有个女生叫顾婉婉，家里开矿的那种有钱。一次无聊的真心话大冒险，她输了，赌注是9万块，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反悔，她却当场转账，备注4个字：愿赌服输。那天起，我的生活彻底变了。食堂从来不吃的海鲜盖饭，我开始天天点；宿舍楼下的奶茶店，我从打工的变成常客；图书馆旁边的考研资料，我终于买得起整套。她从不问我花了多少，我也从不跟她解释。4年后毕业那天，我账户还剩8毛2分，她的钱刚好撑到我拿到毕业证和 offer。又过了4年，我在天桥底下看到一个蜷缩的身影，脏兮兮的脸，破烂的衣服，但那双眼睛我认得，顾婉婉。听说她家破产了，父母跑路，她一个人扛下所有债务。我蹲下身，伸出手，跟我走吗？电话响的时候，我正在食堂3楼扒饭，1碗白饭，1份免费的汤。手机屏幕亮起，显示着周浩2个字。我按下接听键，手指沾了米粒。陈池在哪儿呢？食堂。赶紧的，金碧辉煌 KTV 302包厢，婉婉生日。我眉头一皱，顾婉婉，我们班最有钱的女生，她生日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不去了吧。别废话，婉婉亲自点名叫你，赶紧来。电话挂断，我看着碗里剩下的半碗饭，没了胃口去，意味着要出钱 AA 制，今晚的花销至少200-300，那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不去，是顾婉婉亲自点的名。我在班里没什么朋友，除了周浩这个自来熟的室友，得罪他没好处。我把碗筷放下，起身走出食堂。秋天的风有点冷，我紧了紧身上洗得发白的旧外套。金碧辉煌离学校不远，我走了20分钟。门口的服务员看我一眼，眼神里有些东西，我没理会，直接上3楼。302包厢门没关紧，里面音乐声震天响。我推开门，巨大的包厢坐了20多个人，桌上堆满果盘、零食、洋酒。顾婉婉坐在最中间，穿着一条漂亮的裙子，像个公主。周浩看见我，冲我招手：石子，这儿。我走过去，坐在角落的沙发上，没人注意我，他们都在围着顾婉婉笑、唱歌、玩骰子。我感觉自己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空气里都是钱的味道。过了一会儿，有人提议唱歌没意思，玩点刺激的，真心话大冒险。一群人叫好，酒瓶开始在桌上转，我心里祈祷别指导我，几次都险险擦过。后来瓶口对准了顾婉婉，全场欢呼。婉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顾婉婉喝了点酒，脸颊微红，笑着说：大冒险。那个男生叫李哲，平时就爱出风头。他眼珠一转，看向我：婉婉，敢不敢跟你右后方那位，就是陈池，打个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我身上，我身体僵住。顾婉婉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是那种富家女特有的对什么都无所谓的好奇。赌什么？李哲笑了，声音很大：就赌，你敢不敢？现在赚9万块钱给他。包厢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是更大的哄笑。9万？李哲你疯了吧？一个玩笑而已，开那么大？就是婉婉怎么可能？李哲摊手：怎么不敢了？不敢就罚酒3杯。他就是想看顾婉婉出丑，也想看我出丑。所有人都看着顾婉婉，我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烫。9万，他们嘴里一个轻松的数字。我妈前几天打电话说家里盖房还差2万块的口子，愁得睡不着觉。我坐在那里像个小丑。顾婉婉没说话，她只是看着我，那眼神很平静，没有嘲笑，也没有同情，她好像在评估这个冒险的价值。周浩在旁边碰碰我，低声说：别当真，李哲就一傻子。我没法不当真，当你的尊严被人用钱按在地上踩的时候，你没法不当真。顾婉婉忽然笑了：行啊。她拿起桌上的手机，打开银行 APP， 周围的人都愣住了，以为她在开玩笑。她抬头又看了我一眼：你手机号多少？包厢里死一样安静，只有音乐还在响。所有人都看着顾婉婉，又看看我。李哲的笑容僵在脸上，周浩也懵了，张着嘴不知道说什么。我感觉血液冲上头顶。手机号，他问我手机号，我喉咙发干，一个字都说不出来。顾婉婉很耐心，举着手机又问了一遍手机号。我几乎是机械的报出了一串数字。他低头，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按。包厢里的人面面相觑，有人小声议论：真赚啊，不可能吧，9万块呢？为了个面子，不至于。我盯着他，他脸上的表情很专注，像是在完成一件很普通的事。几秒钟后，他放下手机，抬头看着李哲：好了。李哲的表情很难看。婉婉。顾婉婉打断他，语气平淡：愿赌服输。他说完，拿起一杯酒喝了一口，再也没看我，好像这件事已经翻篇了。我的口袋里手机震动了一下，我几乎是颤抖着把手伸进口袋，屏幕亮着一条银行短信：您尾号 XXX 的储蓄卡账户收到人民币9万点00元，活期余额9万088.82元。那串零刺的我眼睛生疼，88块8毛2，
是我这个月剩下的全部生活费，加上9万088块8毛2。我把手机塞回口袋，手心全是汗。我站起来，所有人都看着我，他们的眼神很复杂，有震惊，有嫉妒，有看好戏。我什么都没说，转身朝包厢门口走去。周浩喊我：“陈池，你去哪？”我没回头，我走出金碧辉煌，外面的冷风吹在脸上，我打了个哆嗦，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在街上走了很久，不知道要去哪里。路过一家24小时便利店，我走进去，在货架前站了很久。最后，我拿起一桶最贵的牌子的泡面，一根火腿肠，一个卤蛋结账，一共15块。以前我只敢买3块钱的袋装面。我提着东西回到宿舍，宿舍没人，周浩他们还没回来。我用热水壶烧水，泡面热气腾上来，我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我坐在桌前，拿出手机，又看了一遍那条短信，9万。我一遍遍地数着那串零，这笔钱能让我妈不用再愁得睡不着，能让我不用再去食堂打免费汤，能让我买下图书馆旁边那套一直想要的考研资料，能让我活得像个人。我吃完面，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然后我拿出笔记本和笔，我的手还有点抖，但眼神很清醒。我在笔记本第1页写下4个字：4年计划。然后我开始计算，大学4年，一共48个月，每个月生活费我给自己定了800，48个月是38400块，学费1年5000，剩下3年是15000，考研资料、专业书籍预计5000，家里盖房需要2万，这样算下来一共是78400块，剩下的11600块是备用金，不能动。我把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地写下来。这9万块不是天降横财，这是顾婉婉输掉的赌注，也是我未来4年的命，我必须用好它，用它撑到我毕业，拿到学位证，找到一份好工作，然后把这笔钱连本带利还给他。我写完最后一个字，天已经快亮了。我看着笔记本上的计划，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第2天去上课，我在教学楼门口看见了顾婉婉，她和几个女生站在一起，说说笑笑，穿着和我昨天见到的不是同一条裙子。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她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转过头继续和朋友聊天。我也低下头，快步走进教室。我们之间隔着9万块，也只剩下9万块。我的生活变了，最先改变的是吃饭。我不再去3楼打免费汤，我开始去2楼的海鲜窗口点25块一份的虾仁盖饭。第一次点的时候，打饭阿姨都愣了一下，多看了我2眼。我面无表情的付钱，端着餐盘走到角落，虾仁很新鲜有弹性，我吃得很慢，每一口都仔细咀嚼。周浩端着他的豪华套餐坐到我对面。哟，池子发财了！他看见我的虾仁盖饭，一脸惊讶。中彩票了？不是，我埋头吃饭。那是怎么回事？你小子不对劲啊！昨天晚上的事儿。吃饭。周浩看我不愿意说，撇撇嘴，没再问，他只是偶尔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宿舍楼下的奶死茶店，我以前只在门口路过，现在我每天下午会去买一杯最便宜的柠檬水，8块。店里打工的学妹认识了我，学长，今天还喝柠檬水？我拿着那杯水慢慢走回宿舍，能喝1个小时，水是酸的，带着点甜。图书馆里那套最新的考研专业课辅导资料，一共12本，售价880块。我去看过很多次，每次都只是翻一翻。现在我直接走到书店，告诉老板，那套资料我全要了。老板打包的时候，我付了钱，抱着一摞沉甸甸的新书走出书店，阳光照在身上，有点暖。我不再需要去图书馆抢位置，也不用抄别人的旧笔记，我有了自己的武器。周末，我妈又打来电话，声音还是充满愁绪。池子，钱的事，你爸又去借了，人家不肯。妈，别借了。不借怎么办？工头催着呢。我这有。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好久，我妈的声音带着哭腔。你有？你哪来的钱啊？你是不是在外面做什么傻事了？没有，学校发了笔奖学金，加上我之前攒的有2万。奖学金那么多？国家级的。我撒了谎，脸不红心不跳。那你自己生活怎么办？我够用，你把卡号发我下午就去银行。我挂了电话，立刻去银行汇了2万块过去。走出银行的时候，我觉得天都蓝了一些。笔记本上的第1笔账划掉了，我没再去做家教，也没去食堂后厨帮忙，所有的时间我都用在了学习上，泡图书馆、上自习、看那些砖头一样厚的专业书。我和顾婉婉还是同班同学，上大课的时候她坐在前排，我坐在后排。上小课的时候，我们偶尔会分到同一个小组，她从不跟我说话，我也从不主动找她。有一次小组讨论，需要2个人一组做 pre， 老师随机分配，我和她一组，组员都看着我们，表情微妙。那件事之后，全班都知道了。顾婉婉豪掷9万，资助了班里最穷的男生，各种版本的留言都有。有人说我俩在谈恋爱，有人说我被他包养了。顾婉婉像是没听见，她只是看着我，公式化的语气。你负责哪部分？后面3张吧。他
他说完就转头跟别人讨论了，我们全程没有任何交流，资料是我查的， PPT 是我做的。快到展示前一天，我把做好的文件发给他，他只回了2个字：收到。第二天上台，我讲我的部分，他讲他的部分，配合的不算默契，但也没出错。老师给了个不错的分数。下台后，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快到门口，他忽然停下，回头看我，做得不错。这是那晚之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不是问句，不是请求，而是一句平淡的评价：应该的。他点点头，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和那天在 KTV 里一样，骄傲、疏离，好像那9万块真的只是一场游戏。他不在乎，可我在乎。我回到宿舍，打开我的4年计划笔记本，在扉页上，顾婉婉的名字旁边，我写下之前合作一次，然后重重的划掉。这像一个仪式，提醒我和他之间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大学第2年，我拿了国家奖学金8000块，这笔钱我没动，原封不动的存进了另一张卡里。这是我计划之外的收入，也是我还债计划的第一笔启动资金。我依旧严格执行着我的4年计划，每个月800块的生活费，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我用一个小本子记账，精确到每1毛钱。买了一支笔，1.5块记上；吃了一顿饭，12块记上；交了班费20块记上。周浩说我活得像个机器人。石子，你至于吗？你现在也不缺钱啊，你这是图啥呢？我没法跟他解释，他不懂。那9万块对我来说不是钱，是一条拴在我脖子上的绳子，绳子的另一头在顾婉婉手里，我只有靠自己一寸一寸地把这条绳子挣断，才能重新获得呼吸的自由。大2下学期，学校举办运动会，每个班都有强制报名任务，辅导员找不到人报3公里，周浩就把我名字报了上去。石子，你每天不是跑步就是跑图书馆，体力肯定好，为班级争光啊！我没反对，跑步不需要花钱，还能锻炼身体。比赛那天天气很热，我穿着最普通的运动短裤和背心，站在起跑线上发令枪响。我按照自己的节奏跑出去，我不求名次，只求跑完全程。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汗水模糊了我的眼睛，肺里像着了火。经过主席台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顾婉婉就坐在那儿。她和学生会的干部们坐在一起，穿着统一的会服，头戴一顶遮阳帽。她似乎在和旁边的人说什么，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阳光下，她的皮肤白得发光。她没有看跑道，没有看我。在她的世界里，这场让她觉得有些无聊的运动会，可能远不如她和朋友的一句闲聊重要。我收回目光，咬着牙继续往前跑。冲过终点线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虚脱了，直接瘫倒在地上。周浩跑过来扶我，递给我一瓶水。第4名，池子，牛逼啊，差一点就打奖了。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只是觉得我和顾婉婉之间的距离就像这3公里的跑道一样，我在下面拼尽全力地跑，汗流浃背，狼狈不堪，而他永远坐在那个高高在上的主席台，云淡风轻。晚上我回到宿舍，在我的4年计划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还款计划，启动资金8000元，目标9万元整。这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我有了第一块记事。时间过得很快，我的生活就像设定好的程序：上课、吃饭、去图书馆、睡觉。我很少参加集体活动，也很少和人说话。班里的同学大多已经习惯了我的独来独往，他们只知道陈池是个成绩好的吓人的怪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敢停，我怕一停下来就会被那笔巨款压垮。大3那年，我开始跟着一个教授做项目，每个月有500块的补助。我还利用课余时间在网上接一些编程的零活，很累，经常要熬到半夜。但每个月我的还款账户里都会多出1-2000块，看着那个数字一点点增长，我心里才有一点踏实的感觉。顾婉婉的生活似乎永远没有变化，她依旧是人群的中心，依旧穿着漂亮的衣服，开着我叫不出牌子的车来上课。我们依旧没有交流，只是偶尔在路上碰到，她的目光会从我身上扫过，停留不超过1秒，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我坦然接受，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那9万块是一场意外，也是一场交易。他用钱买了一场大冒险的胜利，我用我的尊严和未来4年的人生换取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现在交易还在进行中，我正在努力成为一个合格的交易对手。转眼到了大4，课程少了，所有人都开始为未来忙碌，考研的、考公的、找工作的。宿舍楼道里每天都充斥着打电话联系面试的声音和偶尔传出的压抑的哭声。我也很忙，一边要完成毕业设计，一边要准备几家大公司的笔试和面试。我的4年计划已经接近尾声，笔记本上每一笔开销都记录得清清楚楚。那9万块几乎被我榨干了所有价值，我用它武装了我的大脑，也用它维持了我最基本的体面。顾婉婉好像是准备出国，我听周浩说的，他家早就给他安排好了，常青藤名校毕业直接进华尔街，人生赢家啊！我点点头，没什么感觉，这本就是他应有的人生轨迹。一个寻常的下午，我从图书馆出来，准备回宿舍，路过学校的人工湖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顾婉婉。她一个人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没有跟班，没有朋友。她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连衣裙，看着湖面发呆。夕阳的余晖洒在她身上，给她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她不像平时那样带着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骄傲气场，她看起来有些落寞，甚至有些脆弱。我停下脚步，站在不远处的树荫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一个人在这里，也许是申请学校遇到了麻烦，也许是和朋友吵架了。我脑中闪过很多念头，但没有一个能确定。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湖边的风吹起她的长发。过了一会儿，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好像是个小小的音乐盒。她拧动发条，一阵清脆悦耳的音乐声响了起来，是天空之城。她把音乐盒捧在手心，低着头一动不动。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一种悲伤的情绪从她身上弥漫开来。这是我从未见过的顾婉婉，在我印象里，她永远是光鲜亮丽、无所不能的。她可以毫不在意地支出9万块，也可以面无表情地和我完成一次合作。她像一个没有感情的完美雕塑，可现在这个雕塑似乎有了一丝裂痕。我忽然想起大一那年，她转账给我之后，抬头说愿赌服输时的表情平淡冷漠，但眼底深处好像也藏着一丝我当时看不懂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在树下站了很久，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湖边的路灯亮起。顾婉婉收起音乐盒，站起身，慢慢地离开了。她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现我的存在。我回到宿舍，破天荒的没有打开我的记账本，也没有去看我的还款计划。我坐在书桌前发了很久的呆，脑子里全是顾婉婉坐在湖边的背影和那阵天空之城的旋律。我第一次意识到，顾婉婉或许并不像她表现出来的那样，在那个富丽堂皇的世界里，她可能也有自己的烦恼和孤独。那9万块对她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那场大冒险，那句愿赌服输，对她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第一次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可我找不到答案。我和她之间隔着一个我无法逾越的世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完成我们的交易，然后彻底退出她的世界。我打开电脑，开始修改我的简历，面试通知很快就会下来，我必须拿到最好的那个 offer。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拿到了国内一家顶尖互联网公司的 offer，薪资待遇好的超出了我的预期。签约那天，我走出公司大楼，站在阳光下长长的舒了一口气。4年的隐忍和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第一时间给家里打了电话，告诉我妈这个消息。我妈在电话那头哭了，反反复复就说一句话：有出息了，我儿子有出息了。我的眼眶也有些湿润。晚上我回到宿舍，打开我的4年计划笔记本，最后一页是我的财务总结。收入9万元整支出，学费1万5，生活费3万6800，书籍资料4800，家用2万，杂项1300，总支出7万7900。这只是核心账目，还有很多零碎的花销，我记在另一个本子上。4年9万块，我几乎花得一分不剩。查了一下银行卡余额，9万088块8毛2，现在只剩下8毛2分，刚好一切都按照我的计划，完美收官。我合上笔记本，这本承载了我4年青春、屈辱和奋斗的本子完成了它的使命。我的还款账户里已经攒下了3万多块，距离9万的目标还很遥远，但现在我有了稳定的高薪工作，有了明确的还款能力，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毕业典礼那天，天气晴朗，所有人都穿着学士服，在校园里疯狂地拍照留念，到处都是笑声、拥抱和告别。我像一个局外人，安静地站在人群之外。我没有太多朋友，唯一关系还不错的周浩签了老家那边的工作，下午就要坐火车离开。我找不到顾婉婉，整个上午我都没有在人群中看到她的身影，也许她根本就没来。对于她这样的人来说，一场毕业典礼或许并没有什么意义。我心里说不清是失落还是庆幸。我准备了很久，想在今天亲口对她说一声谢谢，也想告诉她我会把钱还给她，可我连人都找不到。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陈池。我猛地回头，是顾婉婉，她也穿着学士服，长发披在肩上，化了淡妆，很漂亮。她一个人静静地站在不远处看着我。恭喜，你也是拿到 offer 了。拿到了。挺好。我们之间陷入了沉默，周围人来人往，喧嚣热闹。我们2个人站在这里，像是一个独立的无声的电影镜头。我想开口说钱的事，我想把我那个3万块的账户给他看，想告诉他我的还款计划，可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在即将去华尔街的他面前，我的这点薪水，我的这个计划会不会显得很可笑？我不想再在他面前暴露我的窘迫和卑微。他却先开口了：我要走了。去美国，一路顺风。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很深。陈池，那笔钱你不用还。我愣住了。那是我赌输的，跟你没关系。你已经靠自己赢得了你想要的，不是吗？他说完，没等我回答，就转身离开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混入人群越来越远。
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校门口，他上了车，很快就消失不见。我站在原地很久很久都没有动，手里攥着毕业证和学位证，沉甸甸的。他说我不用还，他说我已经赢了，可我心里却感觉更空了。我们的交易被他单方面终止了，我连一个还债的机会都没有了。我和他之间那根我用尽全力想要挣断的绳子，被他轻轻一挥手剪断了。我像是用尽全力打出一拳，却打在了棉花上，无力且茫然。4年结束了，我和顾婉婉的故事也结束了。我以为是这样。我入职的第一天，人事带我参观公司，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每个人都步履匆匆，脸上写着精英式的疲惫和亢奋，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因和金钱的味道。这味道和4年前金碧辉煌 KTV 里的很像，但又完全不同。那里的钱是挥霍，是游戏，这里的钱是目标，是燃料。我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或者说我无缝衔接了我大学4年的生活模式，自律、高效、目标明确。别人9点上班，我8点到；别人6点下班，我加班到深夜。同事们叫我卷王，一开始是调侃，后来是敬畏。我不在乎，他们追逐的是升职加薪，是年终奖，是股票期权。我追逐的是一个数字9万。我办了一张新的银行卡，工资一到账，扣除基本的生活开销后，剩下的钱全部转进去。我没有像大学时那样给自己设定800块的硬性限制，但我依然保持着节俭的习惯。我不买奢侈品，不参加无效的社交，唯一的爱好是去公司楼下的健身房。我的生活简单的像一条直线。1年后，我成了小组的业务骨干；2年后，我独立负责一个重要项目，年终奖拿了6位数；3年后，我升任项目主管，手下带了一个小团队。我的还款账户里那个数字早就超过了9万。我甚至按照银行最高的理财利率计算了这笔钱8年来的利息，凑了一个整数12万。钱已经准备好了，可债主却消失了。毕业后，顾婉婉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我试着找过她，我翻遍了所有社交媒体，找不到一个叫顾婉婉的符合条件的活跃账户。我问过周浩，他也不知道。人家去了美国，跟咱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哪能有联系啊？他回了老家，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按部就班，准备结婚。我们偶尔联系，聊的也都是些生活的琐事。顾婉婉这个名字成了一个禁忌，没人再提起。我把那12万块钱存在卡里，一动不动。它像一个冰冷的墓碑，纪念着我那段卑微又拧巴的青春，也像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时刻提醒我还欠着一个人。第4年，我在这个城市付了首付，买了一套不大但视野很好的公寓。我也买了车，不是什么豪车，但足以让我在这个庞大的城市里有一个可以自由移动的铁皮壳子。我站在我家的落地窗前，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我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按照世俗的标准，我成功了，我终于活成了我曾经最想成为的那种人。可我心里那个因为顾婉婉而留下的空洞却始终没有被填满。我甚至会想，她在美国过得怎么样？她那样骄傲的公主在异国他乡会交到新的朋友吗？她还会玩真心话大冒险吗？还会那么毫不在意的改变一个穷小子的命运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找不到她，这笔债会跟随着我一辈子。一个周五的晚上，大学班级那个沉寂了很久的微信群突然活跃了起来。班长在群里发通知，说下周末组织毕业4周年同学聚会，地点定在一家5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厅。群里立刻热闹起来。哇，都4年了，班长威武，必须到，在本地的都出来聚聚啊！我看着那些闪烁的头像和消息，没什么兴趣。我现在的生活和大学同学已经没什么交集了，去了无非是互相攀比，吹嘘近况。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我刚要关掉微信，周浩的私聊弹了出来。石子，聚会去不？不去。别啊，去呗！4年了，见见老同学。听说这次李哲也来，那家伙现在混得不错，自己开了个公司。李哲这个名字像一根刺，瞬间扎了我的神经一下。当年在 KTV 就是他，用那种轻佻又恶毒的语气提出了那个9万块的赌注，是他把我钉在了耻辱柱上。你去吧，我周末要加班。别扯了，你现在都是主管了，还用得着天天加班？出来吧，我也好久没见你了，我特意从老家飞过来。我没办法再拒绝。同学聚会那天，我开车到了酒店，停车场里停满了豪车，宝马、奔驰、保时捷。我把我的车停在角落，感觉自己还是像当年那个走进金碧辉煌的穷学生，只不过这一次我穿着体面的西装，口袋里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这顿昂贵的晚餐。包厢里已经坐满了人，很多人都变了样，胖了或者秃了。看到我进来，好几个人都热情地站起来打招呼。陈池，我去，现在是大佬了。池总，幸会幸会。当年那些对我视而不见的同学，现在脸上都堆满了热情的笑容。我礼貌地回应，找了个角落坐下。李哲果然在，他穿着一身名牌，戴着金丝眼镜，人模狗样。他看到我，主动端着酒杯走过来。陈池，好久不见，听说你在那家大厂混得风生水起啊？还好。谦虚了，不是，咱们班
现在就属你和顾。啊，不，现在就属你了。他故意提了那个名字，又故意打住。我看着他没说话。酒过三巡，大家的话匣子都打开了。有人聊起当年的趣事，不知道谁又提起了顾婉婉。说起来，咱们班花顾婉婉现在怎么样了？在美国当华尔街精英了吧？这话一出，包厢里忽然安静了一下，大家面面相觑，表情都有些古怪。李哲喝了口酒，嗤笑一声：“还华尔街精英？你们是活在梦里吧？”李哲，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啊？他家早就破产了。你们不知道？破产？当然是真的，大概是2年前吧。他爸投资失败，被人坑了，资金链断了，欠了一屁股的债，听说的有几个亿。几个亿？那顾婉婉呢？他爸妈倒是机灵，连夜跑路到国外去了，现在还在被通缉呢。可怜了咱们的婉婉公主，一个人被留下来背了所有的债。我前段时间还听说，法院把她名下所有资产都拍卖了，她现在就是个老赖，连坐高铁飞机都坐不了。真是风水轮流转啊！包厢里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个消息震得说不出话。我感觉自己的血液瞬间凉了下去，耳朵里嗡嗡作响。李哲后面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听不见。我只知道顾婉婉破产了，那个曾经像太阳一样耀眼的女孩，那个用9万块钱拯救了我的女孩，她坠落了。我猛地站起来，椅子和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所有人都看向我，我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我走出酒店，外面的冷风吹在脸上，我却感觉不到丝毫凉意。我坐进车里，双手握着方向盘，却不知道该去哪里。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他，必须找到他。我开始发了疯一样的找他。4年来的第一次，我动用了我能动用的所有资源。我请了私家侦探查他的下落，我拜托公司法务部的同事通过公开的法律文书系统查找和他相关的债务案件，信息一点点汇集到我这里。李哲说的都是真的，甚至比他说的更糟。他父亲的公司破产清算，他作为担保人之一被判承担连带责任，他名下的房产、车子、所有银行存款全部被冻结拍卖，用于抵债。但那只是杯水车薪，他被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也就是俗称的老赖，限制高消费，不能乘坐飞机和高铁，不能入住星级酒店。一张无形的大网将他困死在这个城市的最底层。侦探最后给我的消息是，他半年前租住在一个老旧小区的地下室里，后来因为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了出去，在之后就彻底失去了踪迹，线索在这里断了。我把车停在那个老旧小区的门口，看着那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入口，站了很久。我无法想象顾婉婉是怎样从云端跌入这样的泥潭，我也无法想象她一个人是怎样扛下这一切的。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像个幽灵一样游荡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下班后不再回家，而是开车去那些流浪者可能会聚集的地方，桥洞、公园、地铁站口、24小时快餐店。每看到一个瘦弱的女性身影，我的心都会猛地揪紧，可每一次都不是她。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再也找不到她了？也许她已经离开了这个城市，也许她已经不在了。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很冷。我刚在公司结束一个持续了整整1周的封闭开发，身心俱疲。已经是凌晨1点，我开着车行驶在空旷的街道上，路过一个高架桥的时候，前面发生了追尾事故，堵住了路，我只好拐下辅路，从桥下绕行。高架桥下总是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在这里过夜，他们用纸板和破旧的棉被搭起一个个简陋的窝棚。我开着车，车灯扫过那些蜷缩的身影，我的心已经麻木了。就在车灯即将划过最后一个窝棚时，我的动作忽然顿住了。那里躺着一个人，裹着一件又脏又破的军大衣，整个人缩成一团，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但在那肮脏的被褥外面露出了一只脚，脚上穿着一只帆布鞋，虽然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但我认得那个款式。那是我在大学城的廉价鞋店里看到过无数次的款式。顾婉婉从来不穿这种鞋，可我的心脏却没来由的狂跳起来。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我下了车，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一步一步的朝那个身影走去，周围很安静，只有风声和我自己的心跳声。我走到那个窝棚前，慢慢的蹲下身，借着远处昏黄的路灯，我看清了那张脸。那张脸很脏，头发像枯草一样纠结在一起，脸颊瘦得脱了相，嘴唇干裂起皮。可那熟悉的轮廓，那紧闭时依然带着一丝倔强的眉眼，是他，真的是他，顾婉婉。我的呼吸停滞了，我感觉像有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胸口，疼得我说不出话来。他似乎感觉到了有人，身体动了一下，眼皮微微颤动，艰难地睁开了一条缝。那双曾经清澈明亮，看我时带着一丝好奇和疏离的眼睛，此刻只剩下无尽的疲惫和空洞。他看着我，眼神没有焦点，似乎还没反应过来。我看着他，看着他眼里的茫然，然后我朝他伸出手，摊开手掌，就像4年前他在毕业典礼上对我做的那样，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平静。跟我走吗？
他的瞳孔猛地一缩，空洞的眼神瞬间被震惊和难以置信所填满。他死死地盯着我，又看了看我伸出的手，下一秒，那双暗淡的眼睛里涌出了大颗大颗的眼泪，无声的汹涌地划过他肮脏的脸颊。他的眼泪像是积攒了许久的冰川，终于在这一刻融化，无声地崩塌，没有嚎啕，没有抽泣，只是安静的流淌，冲刷着他脸上的污垢，留下一道道清晰的痕迹。我没有催促他，也没有说话，我们就这样一个蹲着，一个躺着，在城市高架桥下刺骨的寒风里对峙。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只剩下远处偶尔驶过车辆的轮胎摩擦声和他那几乎淹没在风里的绝望的泪水。许久，我站起身，脱下身上那件价值不菲的羊绒大衣，弯腰轻轻盖在他单薄的身上。大衣上还残留着我的体温和我身上那股高级木质香水的味道，这温暖和香气与他身上那股酸腐潮湿的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身体猛地一颤，像是被烫到一样，眼泪流得更凶了。他想把大衣推开，但他太虚弱了，手臂抬到一半就无力地垂下。我没有给他拒绝的机会，我再次蹲下，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道握住他冰冷的手臂，将他从那堆肮脏的被褥里拉了起来。他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我几乎是半抱着他，支撑着他摇摇欲坠的身体。他踉跄着，每一步都走得极其艰难。从桥洞到我停车的路边，不过几十米的距离，我们却走了很久。我打开车门，把他安置在副驾驶座上，他蜷缩在宽大的座椅里，显得愈发瘦小。我的那件大衣裹在他身上，像小孩偷穿了大人的衣服。我关上车门，坐进驾驶位，将车里的暖气开到最大。温暖的风吹出来，他又开始无法控制地发抖，牙齿咯咯作响。那是身体在极度寒冷后突然接触到温暖的应激反应。我没有问他要去哪里，也没有问他这几年发生了什么，我只是平稳地发动汽车，驶入车流。他一言不发，扭头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霓虹，那些璀璨的灯火映在他空洞的眼眸里，却没有激起一丝波澜。他仿佛一个被抽离了灵魂的木偶，对这个曾经属于他的繁华世界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车子驶入我住的小区地下车库，我熄火下车，绕到另一边，为他打开车门。到了。他没有动，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看着窗外。我耐心地等着，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地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和不确定。我朝他伸出手，和刚才在桥下一样，这一次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把他那只冰冷布满污垢和细小伤口的手轻轻地放在了我的掌心。我握紧，将他拉出车外，走进电梯。光洁的镜面墙壁清晰地映出我们两个人的身影，一个西装革履，身姿挺拔，是这个城市最标准的精英模样；一个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像是从另一个世界误入的难民，荒诞又真实。我用指纹打开家门，温暖明亮的灯光倾泻而出。我的公寓不大，但被我打理得一尘不染，简约的北欧风格，一切都井井有条。顾婉婉站在门口不敢进来，她低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看不出原色的帆布鞋，又看了看光洁的木地板，脚下意识地向后缩了缩。进来。我从鞋柜里拿出一双全新的拖鞋放在她面前，她迟疑地换上，动作僵硬地跟着我走进客厅。我指了指浴室的方向，去洗个澡吧，热水一直有，柜子里有干净的毛巾和换洗的衣服。我没有女人的衣物，只能从衣柜里找出一套我没穿过的崭新的纯棉运动服。她像个机器人一样听话地走进浴室，很快里面传来了哗哗的水声。我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冰箱里塞满了各种进口食材，牛奶、牛排、新鲜的蔬菜水果，我却不知道该为她做点什么。她的胃现在恐怕什么都承受不了。最后我从米箱里舀了一小碗米，淘洗干净，放进砂锅里，开小火，慢慢地熬一锅白粥。浴室的水声响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会不会在里面出了什么意外。就在我忍不住想去敲门的时候，水声停了。又过了十几分钟，浴室的门被轻轻拉开，他走了出来，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身上穿着我那套过于宽大的运动服，裤腿长了一大截，松松垮垮地堆在脚踝。他整个人像是被水洗过一样，露出了原本的模样，很白，但那是毫无血色的病态的苍白。很瘦，瘦的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下巴尖的吓人。那张曾经骄傲又明艳的脸上，现在只剩下疲惫和破碎感。他不敢看我，低着头，双手局促地抓着衣角。我将熬好的粥盛在碗里，放在餐桌上，推到他面前。吃点东西。他抬起头，看着那碗冒着热气的洁白的粥，然后又看看我，那双刚刚被热水浸润过的眼睛再次蓄满了泪水，一滴两滴精准的落进了粥碗里，漾开一圈小小的涟漪。他最终还是端起了那碗粥，他的手抖得很厉害，陶瓷的勺子和碗边碰撞，发
发出清脆的声响。他低着头，一小口一小口的把那碗混着他眼泪的白粥送进嘴里。一开始是机械的吞咽，后来像是压抑了太久的饥饿感被唤醒，他的速度慢慢变快，一碗粥很快见底。我什么也没说，拿过他的碗，又给他盛了半碗。他没有拒绝，默默地接过去，继续吃。吃完第二碗，他放下了勺子，胃里有了食物。他的脸色似乎好看了一点点，不再是那种吓人的惨白。我收拾了碗筷，然后指了指主卧旁边的客房：“你睡那间房，早点休息。”客房的门开着，里面是一张铺着干净床品的床，一个衣柜，一扇能看到城市夜景的窗户。他站在门口，看着那张柔软舒适的床，眼神里充满了渴望，却又不敢迈步，仿佛那不是一张床，而是一个他不配拥有的梦。进去吧。他这才像被惊醒一般，低着头快步走了进去，然后轻轻地关上了房门。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却没有丝毫睡意。我能听到隔壁传来一些细微的声响，似乎是压抑到极致的细碎的哭声。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一阵阵的发紧。我找到了他，把他带回了家。这本该是我预想了无数次的完成救赎和还债的时刻，可我没有感觉到丝毫的轻松和喜悦，只有一种沉甸甸的无法言说的痛。那个曾经用9万块钱像神明一样将我从泥潭中拉出来的女孩，却需要我用一碗白粥来维系她最基本的生存。命运的荒诞和残酷在此刻显露无遗。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我每天照常去公司上班，他则待在家里。他睡得很多，第一天几乎睡了整整20个小时，仿佛要把这几年缺失的安稳的睡眠一次性补回来。他依然不说话，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我会在上班前做好简单的早餐放在桌上，下班后带回晚餐。我给他买了新的手机，办了新的电话卡。我给他买了许多新衣服，不是那些昂贵的裙子，而是最简单舒适的卫衣、T 恤和牛仔裤。我把它们放在他房间的衣柜里，他会默默地吃掉我准备的食物，会换上我买的衣服，但始终他像一个生活在这间公寓里的透明影子，安静的几乎没有存在感。我能感觉到他在用这种沉默维持着自己最后一点可怜的自尊。他不想和我交流，因为一旦开口就意味着承认他的失败，承认他的不堪，承认他需要我的施舍和怜悯。我知道我必须给他时间，变化是在第4天发生的。我下班回家，发现早上出门时堆在水槽里的餐具已经被清洗干净，整齐的码放在沥水架上，公寓的地板也被打扫过，比我平时自己弄得还要干净。我走进客厅，看到他正坐在沙发上，他没有再躲在房间里，他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着落地窗外城市的黄昏，背影单薄的像一张纸。听到我回来的声音，他的肩膀急不可察地抖了一下，他站起身，转过来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低着头准备走回自己的房间。等等，他停下脚步，背对着我。你不用做这些。他的身体僵住了，过了很久，他才转过身，第一次正视我的眼睛。他的眼睛里翻涌着极其复杂的情绪，有感激，有屈辱，有挣扎，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决绝。然后他终于开口了，这是他回到这个家之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声音沙哑干涩，像是2片砂纸在摩擦。我不能白住在这里。他的声音很小，却像一颗钉子，狠狠地钉进了我的心里。都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计较这个，他还是那个骄傲的顾婉婉。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我走到书房，从我书柜最深处的抽屉里拿出了一个本子，一个封面已经有些磨损的最普通的笔记本。我回到客厅，走到他面前，将笔记本翻开，递给他。他不解地低下头。当他的目光触及到笔记本上那第1页的4个字时，他的瞳孔猛地收缩了。那4个字是4年计划。下面是我用清秀而又工整的字迹记录下的关于那9万块钱的每一笔详细规划，学费、生活费、书籍资料费、寄给家里的钱，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我指着上面生活费那一栏，对他说：“你当初用9万块支付了我4年的房租和生活费，现在轮到我了。”他呆呆地看着那个笔记本，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文字，那些是他早已遗忘的一场游戏般的赌注，却是另一个人用整整4年的青春，以一种近乎虔诚的刻板的方式去执行的生存契约。他的手指开始无法控制的颤抖，他伸出手想要触摸纸上那些熟悉的字眼，却又不敢。那双这几天来始终死寂空洞的眼睛里，终于有什么东西彻底碎裂了。那本4年计划像一把钥匙，终于撬开了他封闭已久的情感闸门。他再也无法维持那份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冷静。他捂住脸，身体缓缓地蹲了下去，肩膀剧烈的耸动，压抑了太久的哭声终于从他的指缝间泄露出来。那不是无声的流泪，也不是默默的抽泣，而是发自肺腑的撕心裂肺的嚎啕大哭，仿佛要把这几年来所受的所有委屈
痛苦、绝望和恐惧全部都哭出来。我没有去扶他，也没有说任何安慰的话。我知道他现在需要的不是廉价的同情，而是一个可以让他彻底崩溃和宣泄的出口。我只是静静地站在一旁，将纸巾盒放在他手边，像一个沉默的守护者，任由他的哭声回荡在寂静的公寓里，哭了很久很久，久到他的声音都变得嘶哑，身体也因为脱力而微微发颤，他才渐渐停了下来。他蹲在地上，像个迷路的孩子，肩膀还在一抽一抽的。我倒了一杯温水递给他，他接过去，喝了一小口，情绪慢慢平复了一些。起来吧，地上凉。他扶着沙发，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坐到沙发上。我把那个笔记本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客厅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许久之后，他沙哑着声音开口了：“对不起。”我有些意外，看着他。当年的事，对不起，我不知道那笔钱对你来说……你不用道歉，相反，我该谢谢你。没有那笔钱，就没有今天的我。我说的是实话，那9万块不仅仅是钱，它是我人生最黑暗时刻的一道光，是我在泥潭里挣扎时抓住的唯一一根稻草。它塑造了我，也成就了我。他抬起头，眼圈红红的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问出了那个问题：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看着他那双写满了困惑和不解的眼睛，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口袋里拿出我的手机，解锁，打开银行 APP， 调出一个特定的账户页面，然后递给他。他疑惑地接过去，当他看清屏幕上那个数字的时候，整个人都僵住了。账户余额显示120,000.00元。这是你的钱，9万的本金，加上这8年来按照最高理财利率计算的利息，我早就准备好了，只是一直找不到你。顾婉婉死死地盯着手机屏幕上的那串数字，这12万对于他家曾经欠下的巨额债务来说不过是9牛1毛，但他知道这笔钱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它本身的价值。它是我这8年来的一个执念，是我在黑暗中独自前行时始终没有熄灭的灯塔，是我拼尽全力想要挣回来的，属于一个男人的尊严，更是我向他证明我们之间不仅仅是施舍与被施舍的关系，而是一场平等的交易。他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会找到他，为什么会把他带回家，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照顾他。这不是同情，不是可怜，更不是什么居高临下的施舍，这是还债，是一场迟到了4年的郑重其事的交割仪式。他把手机还给我，双手捂住了脸，这一次他没有哭，只是身体在不停地颤抖。我看着他，心里某个空了很久的地方在这一刻似乎被什么东西填满了。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这一次我没有再保持距离，我伸出手，轻轻地放在了他颤抖的肩膀上。顾婉婉，都过去了。他放下手，抬起布满泪痕的脸看着我。昏黄的灯光下，他的眼神不再是空洞和麻木的，里面像是有星光在闪烁，一点一点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的嘴角慢慢的向上牵起了一个小小的弧度，那是一个极其脆弱又极其珍贵的笑容，像是在漫长寒冬之后从冻土里挣扎出来的第一抹新绿。我知道我和他之间那场长达8年的关于金钱与尊严的交易，在这一刻才算真正结束，而一个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天光已经大亮，这是我搬进这间公寓后第一次睡到自然醒。走出卧室，我意外地发现顾婉婉已经起来了。她没有像前几天那样蜷缩在沙发上，而是站在那面巨大的落地窗前，晨光穿透玻璃，将她的身影勾勒出一圈朦胧的金边。她穿着我那套宽大的运动服，手里捧着一杯热水，正安静地看着窗外苏醒的城市。听到我的脚步声，她回过头，一夜安眠似乎让她恢复了一些元气。她的眼神不再是空洞的，而是像一潭沉寂了许久的深水，虽然依旧看不见底，但至少水面已经不再是死气沉沉的了。早，我可以用你的电脑吗？可以。密码是你的生日。我能感觉到他身体僵了一下，我没有回头，继续打着鸡蛋。那个密码是我刚搬进来时随手设置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用他的生日。或许在我的潜意识里，这个房子也和那场持续了8年的交易有关。等我把煎好的鸡蛋和热好的牛奶端上餐桌时，他正坐在电脑前浏览着什么。我没有打扰他，我们安静地吃着早餐。这是我们第一次像普通室友一样分享一张餐桌和一顿饭，气氛不再是前几天的压抑和尴尬，而是一种微妙的小心翼翼的平静。你这几年过得很好吧？还行，工作很忙，但回报不错。我看到你的毕业设计拿了全系第1。我有些惊讶，他竟然会关注这些。你也是，我听说你拿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offer。提到这个，他的眼神暗淡了下去，像一颗星星瞬间熄灭。
他轻轻应了一声，便不再说话，快速地把剩下的牛奶喝完。我知道我触碰到了他的伤口。我去洗碗。他站起身，想要收拾餐具。不用，放着吧。我的指尖无意中碰到了他的皮肤，他的手很凉，也很瘦，几乎能摸到骨头的轮廓。他像是被电了一下，飞快地把手缩了回去。陈池，我不能一直在这里白吃白喝，我需要找一份工作。你的身体还没恢复好。我已经没事了。我看了，有很多工作不需要太高的学历和技能，比如餐厅服务员或者超市收银员，我可以做的。我看着他那张写满倔强的脸，我知道让顾婉婉去做服务员比杀了他还难受，但他宁愿如此，也不愿意接受我的施舍。我沉默了片刻。好，但在那之前，你需要先办一张新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我把那张存有12万的银行卡推到他面前，密码还是你的生日。他看着那张卡，嘴唇紧紧地抿着，没有接。这不是施舍，这是你应得的，是你当初投资我的回报。你用它来开启你的新生活，这是我们交易的最后一部分。交易这个词是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他给了他一个可以接受我帮助的台阶，也给了我一个可以心安理得照顾他的理由。他终于伸出手，拿起了那张卡，手指还在微微颤抖。周末，我陪他去了派出所补办身份证。拍照的时候，他显得很紧张，大概是太久没有面对过镜头，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摆出一个正常的表情。小姐，麻烦笑一下，自然一点。他努力地牵动嘴角，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我走上前，对摄影师说了声抱歉，然后蹲在他面前，看着我。他抬起眼，茫然地看着我。还记得大一那年运动会吗？他愣了一下。你坐在主席台上，穿着学生会的会服，戴着一顶白色的遮阳帽。那天太阳很大，你一直在和旁边的人聊天，笑得很开心。我的声音很平缓，像是在讲述一个与他无关的故事。他的眼神却渐渐起了变化，茫然褪去，染上了一层水汽。就用那个笑容，再笑一次，好吗？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他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再睁开时，他对着镜头慢慢地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容。那个笑容里有悲伤，有释然，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属于顾婉婉的骄傲。咔嚓一声，画面定格。办完身份证，我们又去了银行，过程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当银行柜员在系统里输入他的名字时，电脑屏幕上立刻弹出了一个鲜红的警告框：失信被执行人。柜员的脸色立刻变了，看我们的眼神也带上了一丝警惕和鄙夷。对不起，女士，根据规定，我们不能为您办理新的储蓄卡业务，您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都已经被冻结了。顾婉婉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她站在那里，像一个被当众宣判了罪行的犯人，承受着周围人若有若无的异样的目光。我能感觉到她身体在发抖。我走上前，将她挡在身后，隔开了那些不友善的视线。谢谢，我们知道了。我拉着她走出了银行，外面的阳光很刺眼，她却感觉不到丝毫温暖。没用的，陈池，我就是一个老赖，我连拥有一张银行卡的资格都没有，我找不到工作的，没有公司会要一个连工资卡都办不了的员工。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他抱着膝盖慢慢地蹲了下去，将脸深深地埋进臂弯里。这几天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希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我看着他绝望的背影，心里针扎一样的疼，但我知道此刻任何安慰的语言都是苍白的。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我大学时的一个学长的电话，他现在是一家知名律所的合伙人。喂，师兄，是我陈池，有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你一下，关于失信被执行人的，如果想要撤销名单，需要走哪些流程？我的声音很大，足以让蹲在地上的顾婉婉听得清清楚楚。她的肩膀停止了颤抖，她缓缓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我没有看她，只是专注地听着电话那头的讲解，时不时地点头，提出我的问题。主要债务是由于公司破产的连带担保责任。对，当事人没有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好的，我明白了。就是说，只要能和主要的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履行一部分还款义务，就有可能向法院申请撤销，对吗？好的，谢谢师兄，改天请你吃饭。我挂断电话，蹲到他面前，和他平视。你都听到了，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这不是死局，只是一个有点麻烦的程序问题。我会帮你找最好的律师，我们会去联系每一个债权人，和他们谈判，制定还款计划。你欠的钱，我们一起还，你不是一个人。他的眼泪再次汹涌而出，但这一次那泪水里
不再只有绝望，请律师整理债务，联系债权人，一系列复杂繁琐的法律程序正式提上了日程。我动用了我这几年积攒的所有人脉和资源，我的律师学长给我推荐了一个专门处理债务纠纷的团队，专业且高效。顾婉婉将她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律师。他父亲公司的烂摊子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涉及到多家银行和几十个私人债权人，总金额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就像律师说的，只要人还在，只要有解决问题的意愿，就总有办法。他们开始尝试与最大的几个债权银行进行接触，商讨债务重组和解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至少我们迈出了第一步，知道有专业的人在处理这些烂摊子。顾婉婉心里的那块巨石似乎被搬开了一些，她的精神状态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她不再整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我下班回家时偶尔能看到她坐在沙发上，用平板电脑看一些在线的公开课。经济、管理、设计都是她曾经熟悉和擅长的领域。她像一块干涸了太久的海绵，正在贪婪地吸收着水分，努力地想要追回被荒废的时光。一天晚上，我正在书房处理工作，他端着一杯热牛奶走进来。还在忙？他把牛奶放在我手边。一个项目到了关键期。我敲着键盘，头也没抬。他没有走，而是站在我书柜前，打量着上面的陈设。你这里太空了。我停下动作，抬头看他。除了专业书，就是一些沉闷的摆件，还有这个。太老气了。他伸手指了指我放在书架上的一个黄铜地球仪，他的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评判性的口吻，那是我非常熟悉的属于顾婉婉公主的口吻。我有些想笑。是吗？那以你的高见，应该怎么布置？至少应该有一点艺术感。这里应该挂一幅画，冷色调的，抽象一点的，可以中和你房间里太多的直线条，让空间显得更柔和。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在空中比划着，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自信而又专注的光芒，那是他在讨论自己热爱的领域时才会有的神采。在这一刻，他不是那个落魄的需要被拯救的失败者，他变回了那个光芒四射的对美有着极致追求的顾婉婉。听起来你很懂。当然，我大学辅修了艺术史，我父亲以前也收藏了很多画。提到父亲，他的笑容淡了一些，但眼里的光没有熄灭。那你来负责好了。什么？我授权你担任我的家居艺术顾问，帮我重新布置一下这个家，预算你来定。他看着我，似乎没反应过来。我拿起桌上的笔，在一张便签上写下一行字，然后推到他面前。这是你的第一笔，预付定金。便签上写着艺术顾问费1碗虾仁盖饭。他看着那行字，先是愣住，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是他回到这个家之后第一次笑出声，清脆明亮，像风铃在响。1碗可不够，我当年的品味至少值1学期的虾仁盖饭。成交。窗外城市的灯火璀璨如星河，我知道那个真正的顾婉婉终于回来了，而我和她的故事也终于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不再是关于亏欠与偿还，而是关于陪伴和新生。顾婉婉把家居艺术顾问这份工作当成了一项正式的契约，第二天她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我上班的时候，她没有再看那些在线课程，而是将我书房里那台配置极高的电脑完全霸占了。她浏览着各种家居设计的网站、艺术家的个人主页和在线画廊，像一个专业的策展人。她甚至还下载了专业的绘图软件，用鼠标和键盘一点一点地为我的公寓制作着效果图。这显然是她从未接触过的领域，但她学得极快。她的审美是天生的，是从小在优渥环境中耳濡目染培养出来的。她知道什么是美的，也知道如何将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起，创造出和谐的美感。晚上我回到家，她会拿着平板电脑，像一个向上司汇报工作的下属，一脸严肃地向我展示她的研究成果。客厅的这面墙颜色太冷了，我建议刷成暖灰色，或者贴上带有肌理感的墙布，这样可以让空间显得更有层次。你的沙发是直线条的，太硬了，需要用一些曲线来中和。我们可以换掉那个方方正正的茶几，选择一个圆形的或者不规则形状的。还有灯光，你只有一个主灯，太单调了，应该在角落增加一个落地灯，在沙发边上放一个台灯，用点光源来营造氛围。他滔滔不绝，眼睛里闪烁着专业而自信的光芒。我很少插话，只是安静地听着。我看着他，仿佛看到了多年前在小组讨论的课堂上，那个可以轻松地对我们熬了几个通宵做出的方案，提出一针见血修改意见的顾婉婉。那个时候我对他只有敬畏和疏远，而现在我只觉得这样的他真好看。你说的都对，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去采购？他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这么痛快就全盘接受了他的方案。预算呢？你定，你是顾问。他咬了咬嘴唇，低头在平板上划拉了一阵，然后给我看了一个数字，那个数字甚至还不够我买身上这件外套，太少了。不少了，我们不需要买那些昂贵的奢侈品牌，美不等于贵。我知道有一个周末才开的创意市集，很多独立设计师和艺术家会在那里卖自己的作品，我们可以去那里看看，能淘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充满了期待。那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类似省钱和淘宝时才会有的兴奋表情，这和他曾经的样子反差巨大，却又异常的和谐。周六，我开车带他去了那个位于城市远郊的创意市集。市集在一个废弃的旧工厂里，充满了工业风和艺术气息，到处都是年轻的面孔和各种稀奇古怪的摊位。顾婉婉像是鱼儿回到了水里，她拉着我在各个摊位前穿梭，她对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你看这个烛台，是用水泥做的，造型很有趣，才30块钱。这个挂毯是手工编织的，颜色搭配的很大胆，挂在墙上肯定很好看。还有这幅画，这个画家的用色有马蒂斯的风格，但笔触更自由。老板，这幅多少钱？摊主是个年轻的艺术系学生，报了一个很实在的价格。顾婉婉回头看我，眼神里是询问，也是强烈的渴望。我点点头，他立刻付了钱，小心翼翼地将那幅不大的画卷起来。一整个下午，我们逛遍了整个市集。他买了很多东西，花瓶、烛台、挂毯、奇怪的雕塑，还有那幅画。每一件东西都不贵，但组合在一起却能看出他独特的审美品味。我跟在他身后，负责拎东西和付钱，像个称职的助理。阳光透过旧工厂巨大的窗户照进来，在他身上洒下一片斑驳的光影。他抱着那幅画，跟一个摊主为10块钱的价格讨价还价，笑得眉眼弯弯。我看着他的侧脸，忽然觉得这8年来，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似乎都是为了此刻，为了能让他在经历了命运的风暴之后，还能像现在这样，为了那些纯粹的美好而发自内心的笑出来。回家的路上，他抱着那堆战利品，靠在副驾驶座上，满足的像一只偷吃了鱼的猫。陈池，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愿意相信我的品味。我笑了笑，没有说话。回到家，他立刻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自己的改造工程。他踩着凳子，把那幅抽象画挂在了书房的墙上，冷色调的画面瞬间中和了整个空间的沉闷。他把那个30块钱买来的水泥烛台放在了我的床头柜上，他把那个手工编织的挂毯铺在了冰冷的木地板上。房子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开始被烙上他的印记。晚上，我走进书房，看着墙上那幅画，久久没有说话。这个我独自居住了很久的冰冷的住所，在这一天终于开始有了一点家的温度。律师团队那边的进展比我们预想的要快一些，经过几轮艰难的谈判，他们成功与最大的债权方一家国有银行达成了初步的债务和解意向。银行方面同意，只要顾婉婉能在规定期限内偿还本金的20%，他们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将他从失信人名单中暂时移除，恢复他最基本的民事权利，比如办理银行卡和乘坐公共交通。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但那20%依然是一个足以压垮任何普通人的天文数字。律师将厚厚一叠文件放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表情严肃。陈先生，顾小姐，这是我们目前能争取到的最好条件。银行给了我们3个月的时间筹集这笔款项，如果逾期，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顾婉婉看着那份和解协议，脸色再次变得苍白。她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又被这沉重的现实压得摇摇欲坠。送走律师后，公寓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我去把那些画和收藏品都卖了。我父亲以前在海外还藏了一些东西，如果能找到。不够，就算全部卖掉，也只是杯水车薪。他的肩膀垮了下来，刚刚凝聚起的一点力气瞬间被抽干了。我看着他绝望的样子，从书房里拿出了我的笔记本电脑，打开推到他面前。屏幕上是一个股票交易软件的界面和一份详细的个人资产报告，股票、基金、理财产品，几家初创公司的天使轮投资。这些年，我除了拼命工作，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资本市场。我像大学时规划那9万块钱一样，偏执而又精密地规划着我赚到的每一分钱。我早已不是那个只会写代码的工程师，这些年积累下的财富远比他想象的要多。顾婉婉看着屏幕上那一串串让他眼花缭乱的数字和项目，震惊得说不出话。这些足够支付第一笔和解金，并且还有富裕。我关上电脑，看着他的眼睛。我早就说过，你欠的钱我们一起还，这不是一句空话。可是这是你的钱，陈池，
我不能用你的钱，我已经毁了自己的人生，我不能再把你也拖下水。这不是拖累，顾婉婉，这也是一场交易。你忘了，我投资你的公司，帮你处理债务，渡过难关。等你的公司重新走上正轨，我要求获得51%的股份，这很公平，不是吗？他愣住了，投资公司股份。他看着我那张一本正经不像在开玩笑的脸，他忽然明白了，他又在用这种方式维护他那点可怜的自尊。他总是这样，用最冷酷最商业的逻辑包裹着最柔软最温暖的善意。可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没有公司，什么都没有。你会有的，你可以注册一家新的公司，就叫婉婉设计，或者任何你喜欢的名字。你是公司的创始人和唯一的艺术家，我是你的第一个投资人。他的眼泪再次毫无征兆地滑落，这一次他没有哭出声，只是怔怔地看着我。许久，他用力地点了点头。一个字重如千钧。从那天起，公寓里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不再仅仅是房东和艺术顾问，我们成了一对创业伙伴。他不再沉浸于过去的失败，而是开始为我们的新公司做起了商业计划。他研究市场，分析竞品，甚至开始尝试联系一些他以前认识的艺术圈的朋友。他身上那种属于商业精英的杀伐决断的气场正在一点点的回归，而我则负责处理那些最棘手的财务和法律问题。我卖掉了大部分股票，将资金归集起来，准备注入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们的生活有了一种奇异的目标一致的同步感。一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才回家，推开门，迎接我的不是一片漆黑，而是一室温暖的灯光和一股浓郁的饭菜香气。我愣住了，顾婉婉系着一条我不知道她从哪里翻出来的有些滑稽的卡通围裙，正从厨房里端出一盘菜，是西红柿炒鸡蛋最家常的一道菜。我看你这几天都忙得没好好吃饭，我随便做的，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桌上摆着2菜1汤，除了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盘清炒西兰花和一碗排骨汤。我看着那几盘菜，又看了看他心里某个地方，瞬间软得一塌糊涂。我坐下来，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西红柿炒蛋，味道出人意料的好。好吃。他明显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我以前在国外念书的时候，自己学着做的，那个时候很想家。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提起他在国外的生活。我一边吃饭一边安静地听着，他零零碎大讲了很多，讲他如何在陌生的国度第一次走进超市，第一次自己做饭，第一次因为想家而偷偷哭泣。他讲得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我却能想象到一个从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公主，独自一人面对生活的窘迫和孤独。那顿饭我们吃得异常安静，却又异常温暖。饭后他抢着要去洗碗，我没有跟他争，只是靠在厨房门口看着他挽起袖子，在水池前忙碌的背影，灯光下他的侧脸柔和而美好。我忽然觉得欠债也好，创业也罢，这些都不重要了，我只想让这样的日子持续得久一点，再久一点。生活就像一架精密的机器，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白天我处理公司的项目和我们共同的债务危机，晚上回到家，总有一盏灯和一桌热饭在等着我。顾婉婉则全身心地投入到她的新事业中，她注册了公司，搭建了个人网站，甚至开始在一些艺术平台上发布她对家居美学的见解和一些设计作品。她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很快就吸引了一小批粉丝。虽然还没有接到真正的商业订单，但她每天都忙碌而充实。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进入了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我们是合租的室友，是并肩作战的创业伙伴。偶尔我也会恍惚，我们像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周末家里的冰箱空了，我们去趟超市吧。他拿着一张清单对我晃了晃，我点点头，拿上车钥匙。这是我们第一次像普通情侣一样一起去逛超市。超市里人很多，充满了烟火气。顾婉婉推着购物车，认真地比对着货架上的商品。她会为了几毛钱的差价选择另一个牌子的酸奶，也会因为包装好看而买下一袋并不实用的意大利面。我跟在她身后，看着她时而精打细算，时而又童心大起的模样，觉得无比生动。就在我们排队结账的时候，一个不确定的声音从旁边传来：“是陈池吗？”我回头看到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正一脸惊讶地看着我，我认了半天才从记忆的角落里翻出她的名字，是我们大学的同班同学，叫林菲菲，当年和顾婉婉一个宿舍。你好。我礼貌地点点头，林菲菲的目光越过我，落在了我身前的顾婉婉身上。当她看清顾婉婉的脸时，那份惊讶瞬间变成了极度的震惊，还夹杂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看好戏的幸灾乐祸。顾婉婉，天哪，真的是你！我还以为我认错了，你怎么……她的话没有说完，但那上上下下打量的
充满鄙夷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顾婉婉穿着最普通的白色 T 恤和牛仔裤，脸上未施粉黛，虽然气色比刚被我找到时好了很多，但和面前这个妆容精致、名牌傍身的林菲菲比起来，依旧显得无比落魄。顾婉婉的身体僵住了，脸上血色褪尽，她下意识的想躲，想把自己藏起来。我上前一步，不动声色地挡在了她身前，隔开了林菲菲那令人不适的目光。好久不见，我们还有事，先走了。说着，我从顾婉婉手里接过购物车，推着就准备离开。哎，别急着走啊，老同学见面聊两句嘛。婉婉，我听李哲说你现在这是和陈池在一起了。他的语气充满了暧昧和恶意，仿佛在说，你看，当年高高在上的公主，如今还不是要依靠一个她曾经看不起的穷小子。我停下脚步，转过身，冷冷地看着他。林菲菲，请你说话注意分寸。婉婉现在是我的合伙人，也是我的家人。家人这两个字，我说的掷地有声。林菲菲被我冰冷的眼神和强大的气场镇住了，张了张嘴，没敢再说什么。我不再理会她，拉起顾婉婉的手，在周围人异样的目光中走出了超市。顾婉婉的手冰冷，而且在不停地颤抖。回到车上，她一言不发，只是扭头看着窗外，肩膀微微耸动。我没有发动车子，也没有说话。我知道，刚刚那场难看的相遇，将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心理防线再次撕开了一道扣子。她残酷地提醒着她，在世人眼中，她依然是那个从云端跌落的失败的笑话。过了很久，她才转过头，眼圈红红地看着我。陈池，刚才我说了，你是我家人，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我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无法撼动的力量。他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他哽咽着，又问出了那个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的问题。我看着他梨花带雨的脸，心里某个地方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8年了，从那场真心话大冒险开始，我们之间始终隔着一层名为交易和亏欠的窗户纸。我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因为我知道这是保护他，也是保护我自己的方式。可就在刚才，在超市里，当我脱口而出家人那2个字的时候，我知道这张纸已经被我亲手捅破了。我不想再用那些商业逻辑来当借口了。我伸出手，用指腹轻轻擦去他脸上的泪水，然后我俯身，慢慢地向他靠近。在车厢里这狭小的只属于我们2个人的空间里，我吻上了他的唇，他的身体猛地一僵，眼睛因为震惊而睁得大大的。他的嘴唇很凉，还带着泪水的咸涩，但很软。这个吻很轻很温柔，不带任何情欲，只是一个迟到了8年的郑重其事的宣告。我抬起头，抵着他的额头，看着他那双写满不知所措的眼睛。因为从8年前我收到那9万块钱开始，你就不仅仅是我的债主了，你是我仰望了整整4年的光，也是我奋斗了整整4年的唯一的目标。那个吻像是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混乱的心湖里漾开了一圈又一圈无法平息的涟漪。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嘴唇的温度和他身上那股令人安心的干净的木质香气。当他离开时，我依然维持着那个僵硬的姿势，大脑一片空白。他刚才说了什么？他说我是他仰望了4年的光，他说我是他奋斗了4年的唯一的目标。这些话像是一连串温柔的炸弹，在我耳边轰然炸响，将我刚刚被现实撕裂的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心理防线炸得粉碎。你是在可怜我，对不对？可怜你，顾婉婉，你是不是忘了8年前我们2个谁才是那个更可怜的人？我愣住了。我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外套，走进那个连空气里都飘着钱味的 KTV， 我连一顿 AA 制的饭钱都付不起。在你们眼里，我可能连个笑话都算不上。那个时候你可怜过我吗？我下意识地摇头，没有。我承认那个时候的我高高在上，不知人间疾苦。我看待陈池就像看待一个生活在另一个维度的生物，有好奇，有不解，但唯独没有怜悯和同情。那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情绪。你没有，你只是用一种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笨拙的方式给了我一个机会。你用9万块给我搭了一座桥，让我有机会从我那个黑暗的泥潭里爬到桥的另一边去看看。从那天起，你就站在桥的那一头。我每天在桥上拼命地跑，不敢停。我抬头就能看到你，你就是我的方向。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能真正走到你身边。我只是想，等我跑到终点，至少要有资格站在你面前，平视你，然后把欠你的东西堂堂正正的还给你。我花了8年，终于跑到了终点。可我发现，
你已经不在桥的那头了，你掉下来了，掉进了比我当年更深的泥潭里。所以这一次换我来给你搭一座桥。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的决堤。原来是这样，原来那场我早已遗忘的游戏，那笔我从未放在心上的钱，在他心里竟然刻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原来我无意中投下的一颗石子，竟然真的改变了一个人命运的河流走向。而现在这条河流又倒灌回来，想要拯救干涸的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回到家的。我只记得他发动车子的时候，很自然地握住了我放在膝盖上冰冷的手。他的手掌很宽大，很温暖，充满了力量。他一路无话，只是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道紧紧地握着我。回到公寓，他帮我把买的东西放进冰箱，然后像往常一样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晚餐。我站在客厅，看着他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高大沉稳，让人心安。这个曾经被我远远甩在身后的沉默寡言的穷学生，不知不觉间已经长成了一棵可以为我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是吧？我坐下来，拿起筷子，却迟迟没有动。陈池，那我们现在算是什么关系？他抬起头，看着我那张写满了紧张和不安的脸，忽然笑了。那笑容像冬日暖阳，瞬间融化了我心里最后一点冰霜。他没有回答，而是伸过手来，用指尖轻轻地将我散落在脸颊边的一缕碎发捋到了耳后，动作温柔且充满了不言而喻的亲昵。那一刻，我什么都明白了。第二天是周一，陈池像往常一样早早的就去公司了，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我第一次在他离开家后，感觉到了一种名为空落的情绪。我走到他的卧室门口，门没有关，里面是他一贯的风格，极简冷硬，所有东西都摆放得井井有条，像他的性格一样严谨而克制。床上是他刚换下来的睡衣，还带着他残留的体温和气息。我鬼使神差地走进去，将那件睡衣抱在怀里，脸埋进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全是他的味道。这个认知让我的脸瞬间烧了起来。我像个做贼的小偷，飞快地将衣服放回原处，逃离了他的房间，心里却像揣了一只小鹿，横冲直撞。原来这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吗？甜蜜、慌张，又充满了不知所措。我都处在这种混乱的情绪里，什么都做不下去。直到律师打来电话，才将我拉回现实。顾女士，银行那边已经确认了和解协议，我们需要您提供一些关于您父亲公司早年的一些资产证明，特别是海外资产部分，这对于我们下一轮的谈判至关重要。您还记得这些资料一般会存放在哪里吗？我父亲他有一个非常隐秘的保险柜，不在公司，也不在家里，是在我们家郊区的那栋老宅子里。好的，我明白了，我会立刻向法院申请，以寻找关键证据为由，允许我们临时进入一次。您需要做好准备，可能需要您亲自到场指认。挂了电话，我的心沉了下去。回去，我又要回到那个承载了我所有美好童年，如今却已沦为废墟的地方。我有些害怕。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陈池，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我请假，陪你一起去。不用，你工作那么忙。我说，我陪你。2天后，我们和律师一起站在了那栋熟悉的铁门前，封条已经被撕开，2个法院的工作人员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地监督着。我看着那扇熟悉的雕花的铁门，看着院子里那些因为无人打理而长得有些枫叶的花草，眼眶瞬间就红了。我记得那个秋千是我5岁生日时爸爸亲手为我搭的，那片草坪是我18岁成人礼时举办盛大派对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刻满了我的记忆和我们家曾经的辉煌。如今物是人非，我感觉自己的腿像灌了铅，一步都迈不动。一只温暖的手握住了我，是陈池。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拉着我一步一步走进了那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屋子里积了薄薄的一层灰，所有的家具都被白布盖着，像一个个沉默的幽灵。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陈腐的味道。我凭着记忆带着他们走上2楼，来到父亲书房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那是一个专门的收藏室。墙上原本挂满名画的地方，如今只剩下一个个空荡荡的画框印子。我走到一面墙前，按照记忆中的顺序，在一排伪装成书本的机关上输入了密码。墙壁缓缓移开，露出了一个巨大的嵌入式的保险柜。律师和法院的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我转动密码盘，打开了那扇沉重的柜门，里面没有我想象中的金银珠宝，只有一排排码放整齐的文件和几个丝绒盒子。我打开其中一个盒子，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条蓝宝石项链，是我母亲最喜欢的首饰。另一个盒子里是一块南式腕表，是我送给父亲的第一份礼物。原来对他来说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那些价值连城的藏品，而是这些承载着家人情感的东西。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一滴滴地落在丝绒盒子上。陈池走过来，从背后轻轻地抱住了我，他没有说话，只是将下巴抵在我的头顶，用他的体温无声地安慰着我。那一刻，
在这个冰冷的、充满了伤心回忆的房间里，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心。顾女士，这真是个重大发现。有了这些，我们和银行谈判的筹码就大多了。这证明了令尊并非恶意转移资产，而是在公司出事前就已经为家人设立了合法的财产隔离。这在法律上能为我们争取到极大的主动权。这无疑是隧道尽头的第一缕光。虽然距离解决所有问题还很遥远，但至少我们看到了希望。离开老宅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在夕阳下显得有些萧索的建筑，心里的悲伤似乎被冲淡了一些。或许告别过去最好的方式不是遗忘，而是勇敢地从中带走最重要的东西，然后继续前行。而我的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可以陪我前行的人。回去的路上，我一直靠在陈池的肩膀上，一言不发。他也没有说话，只是将车里的音乐调成了我喜欢的那首《天空之城》。悠扬的旋律像一只温柔的手，抚平了我心里的褶皱。生活似乎从这一天起按下了加速键。律师团队利用新找到的证据，与银行展开了新一轮的谈判，而我也终于迎来了我新事业的第一个机会。1个星期后，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自称是一家精品酒店的经理，说在网上看到了我发布的一些关于空间美学的文章和设计图，非常欣赏我的理念，想邀请我为他们酒店新开设的一个 VIP 休息室提供软装设计方案。挂了电话，我激动地在原地跳了起来，这是我第一个真正的客户。我冲进书房，一把抱住正在看文件的陈池。我接到单子了，陈池，我接到单子了。他被我撞得一个趔趄，随即反应过来，脸上也露出了由衷的笑容。他扶着我的肩膀，看着我因为兴奋而涨红的脸，眼神里充满了欣赏和骄傲。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我将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了这个项目中。我熬了好几个通宵，查阅了海量的资料，画了几十张设计草图。陈池没有干涉我的任何决定，但他会在我熬夜的时候默默地给我端来一杯热牛奶，会在我遇到瓶颈、烦躁不安的时候带我出门散步，给我讲一些他工作中有趣的事情，来转移我的注意力。半个月后，我带着一份厚厚的、堪称完美的方案去见了酒店的经理，对方对我的设计非常满意，当场就签下了合同，预付的设计费很快就打到了我们婉婉设计的对公账户上。当我收到银行短信，看到账户里那第一笔收入时，我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它证明了我顾婉婉不是一个只能依附于别人的累赘，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双手，我自己的才华重新站起来。我拿着手机冲出公寓，一路跑到陈池公司的楼下，我给他打电话：你下来一下，现在，立刻，马上！几分钟后，他行色匆匆地从大厦里走出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没有说话，直接踮起脚尖，在周围人来人往的注视下，在他的嘴唇上印下了一个响亮的吻。然后我把手机屏幕举到他面前，像个向家长炫耀成绩单的孩子。陈池，你看，我赚钱了！他看着屏幕上的数字，又看了看我那张神采飞扬的脸，愣了片刻，然后朗声大笑起来。那笑声充满了喜悦和宠溺。好，我的顾问，今晚想吃什么？我请客。不用你请，今晚我请。我们回家，我给你做25块钱一份的豪华版虾仁盖饭。好，回家。夕阳下，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我知道，属于我们的那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未来已经来了。